对，对，您的批示精神，我们马上传达。我已经说了，如果有谁玩忽职守，让我们的老百姓流血流泪，我们就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对，对渎职干部，我们绝不护短。张姐，周培成现在以放火罪批捕，我看不太合适吧？周培成虽有放火嫌疑，但他现在自己既没承认，人证物证材料也不全，将来如果我们不能以放火罪起诉的话，咱们就被动了。我的意见最好是先以伪证罪批捕，您的意见呢？可周培成呢，也不能说没有放火的嫌疑啊。那半个小时他干什么去了？张姐，要不就按公安机关的要求批？不行，这样，咱们呢再仔细看一下报捕材料。喂，是永强吗？我是唐朝阳啊。你先听我说啊，现在情况比较严重。刚才省委赵书记发脾气了，脾气发得很大，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说实话，永强，我现在都快撑不住了。好，这我明白，唐书记。不过坑口电站的合同后天就要签下来了，齐参赞和长山及侨领们把什么都安排好了，我这一走，影响不好啊。来，过来。你等等啊。小林师长，你好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就把坑口电站的合同签完以后再回来。对，这是我的指示，不是你们唐书记的指示，不要往唐书记身上扯。王省长，万一裴军书记和刘省长追问下来，怎么办？我来解释吧。长山市是资源型的城市，南部矿山又那么困难，总得正视吧。这个坑口电站谈了3年了，我当市长的时候就在谈，不能有闪失啊。是啊，裴军书记是个开明的人，会理解的。但是我们也得理解裴军书记和刘省长，毕竟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，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是啊，省委、省政府也不好向中央交代嘛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老书记，扎铁柱是您代表市委表彰过的英雄矿工啊！这是哪年的事儿？你给我说说。96年10月2日，南二矿透水事故，老书记你还记得吧？啊，负300打通了地下河，淹死了20多人呐，把我带的一个省市检查组也困在下面了。对。啊，赵书记您好。赵书记你好。刘省长，江区夜间，您把掌握的情况向裴军书记汇报一下。长话短说，要简明扼要啊！给你们20分钟的时间。叶姐，我先汇报吧。好，江局你先开始吧，来，请坐。我说怎么那么耳熟呢？老书记，你知道就好。我带的省市检查组的8个同志，全是扎铁柱带人救出来的。为了救我们，扎铁柱在井下盯了3天3夜呀，差点送了命啊！哎，这样的英雄队队长怎么搞起装修来了？还不是南二矿实行破产时闹的吗？去年实行破产的时候就下来了。那这样的英雄抢险队长，在政策上就没点照顾？没有，当时都是一刀切的。赵书记、刘省长，基本情况就是这样。这个扎铁柱，当真会因为20万的经济纠纷放火吗？你们不能光听扎铁柱的口供，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，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。赵书记，这里也许有更深刻的原因。什么深刻的原因？说说看。只不过是我个人的联想和推测吧。
不是事实，不是事实。哦，裴军书记，子京同志的丈夫呢，是咱们常山矿物集团主管破产工作的副书记。你说的这个原因是不是跟这有关？啊，是不是？叶子京同志，那就把你的想法说出来，供参考吧。赵书记，我认为我们的破产政策对不起这位昔日的抢险英雄。据我所知，扎铁柱在南二矿做矿山抢救队长的时候，出生入死，立过几次大功。实行破产的那一天，扎铁柱找到我家，把所有的立功证书全给我带来了。他含着眼泪问我：“国家怎么不要我这个抢救英雄了呢？”我能说什么？我怎么说呢，老书记？我的心就像被谁扎了一刀啊！我把家里存的2瓶5粮液全给扎铁柱喝了，喝到后来，扎铁柱抱着我失声痛哭啊。他说：“不要把他们的党支部解散，不要把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到街道上。”老书记，您说说。原来是这样。是啊，就是这样。当时的破产政策造成的，所以后来就有了方舟公司，就有了公司下面的几个施工队和一个唯一保留下来的党支部啊。这就是说，扎铁柱的心态不平衡，报复社会，啊？这种可能不是没有，尽管我希望这不是事实。长工同志，省里的破产政策是怎么制定的？哦，裴军书记，在这一点我要解释一下。南二矿试行破产是在去年，我当时还没分管这一摊儿。那么今年呢，南部煤田6大煤矿实施破产，那我专门为劳模搞了一条规定。这就好啊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英模人物，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过重大贡献，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贝，啊！记住扎铁柱这个教训吧。哎呀，郭秀啊，郭秀，你这个破产书记是怎么当的嘛？这种明显不合理的政策，你干嘛要执行呢？可是，我说句过头话，当初我们俩找到省里边，情况可能就不会是这样了嘛。你看现在，闹了个放火，这老书记，你也认为是放火呀？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，人扎铁柱就是这么交代的。为了那20万的经济纠纷，他就放火报复。老书记，不可能，扎铁柱不是那种人呐！你冷静点，这个事情，检察机关会去查的。对，老书记，那么我还找错人了？连你也这样判断？不是我这么判断，事实就是这样。我们就要面对这残酷的事实。大富豪娱乐城的那个老板，就是那个叫苏阿福。苏阿福的，这是个关键人物，要积极的抢救。我看只要把这个人救活，渎职问题就可以搞清楚。赵书记，这一点我要汇报一下。这个苏阿福被烧死了。烧死了？哎，这么重要的情况，为什么现在才汇报？你们俩说说看。叶姐，你把情况向省领导说说吧。打盹就行了。带周培成。队长，周培成死硬，我看呢还是先晾晾吧。哎呀，晾什么晾啊？这么多省领导都盯着呢。连续作战吧，啊。好吧，3位领导，你们不要误会。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放在扎铁柱、周培成这2个直接肇事者的身上啊。其他人的渎职问题，我们还没顾得上，所以我们2个人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对苏阿福的死暂时保密。
这是为了避免以后查渎职的时候碰到过多的障碍。哎，这个苏阿福是不是真死了？证据确凿吗？是的，证据，这一点我们不会搞错。对，证据是确凿的，真是烧死了。我和江局亲自到现场去查看过尸体。就算苏阿福死了，渎职方面的问题也要一查到底。没有渎职问题啊，就是放火也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。我们的消防武警官兵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牺牲。叶子京同志，对于渎职犯罪嫌疑人，一个也不许放过。是，赵书记，我们会追查到底。好吧，北京的专机就要到了，我们去接一下。叶姐，咱们是不是直接回检察院？不，回趟家吧，拿几件换洗的衣服。看来又得住几个月的办公室了。好的。你一定得帮我才行，你得和你妈说一说。我会和我妈说的，得吃啊，吃饱喝足了才能到检察院去喊冤呀。小静，你别忙了，我什么都不想吃。叶姐啊，我跟侦查监缉处的同志们慎重地研究了一下，准备呢对扎铁柱以涉嫌放火罪逮捕。周培成呢有些吃不准，你看是不是先批捕呢？对，反正这个周培成呢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另外叶姐啊，这个武局长对我说，保证没对谁上过手段。是啊，郭靖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还是可以证实的。应该说，江正流、武成义公安局的同志们干得还是不错的。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好好的配合啊！上面呢催得这么急，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心情嘛，是不是？好吧，回头再说，再见。我妈回来了啊！哎，叶姐，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呀？黄小静，你少跟我坏。欢迎叶检大驾光临。黄书记已经把餐费发给我了，我就自力更生了。太不像话了，他怎么值的班啊？你得抗议。抗议什么？有你们这样的爹妈，我也只能水深火热了。水深火热？你知道什么叫水深火热吗？你看看你过的日子，你再看看丽丽过的日子，知足吧，小姐。给钱吧。给什么钱？没办法。叶姐，你还得加20。还有，我的果冻你也不能白吃。美的你。叶姐，我劝你不要执法犯法。执法犯法？什么法呀？还能有什么法？未成年人保护法。小静啊，我可没时间跟你理论啊，妈是太忙了，这星期可能又回不来了。你自己好好照顾你自己吧，该吃的时候就要去吃饭，不要老吃果冻。你们是不是在办大富豪的失火案啊？老妈无可奉告。现在不是老妈喽，那是什么？是叶检。叶检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冤枉好人呐。妈既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
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走了。周培成是坏人吗？你们怎么乱抓人呀？你怎么知道有个周培成案，还乱抓了？怎么回事？叶阿姨，我怕院子。丽丽，怎么了？叶阿姨，难道周培成真的是你父亲？你得给我做主啊！你不要哭啊，好好跟阿姨说好吗？叶阿姨，你救救我吧！我爸他是个好人，他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不打麻将，一心只想多挣钱，将来供我读大学。丽丽啊，你说的这些跟案子无关呐。有关。昨天下午我爸没上班，在家和我妈吵架呢。那昨天晚上9点以前，你爸爸都在家吗？9点钟以前，我记不清了，反正他一下午都在家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7点钟以后，我妈去城里找二姨，我爸才走的。丽丽，这样啊，你也不能保证着火以前你爸爸没有去过大富豪娱乐城啊。你别着急，丽丽啊，这事儿会搞清楚的啊。妈，如果搞清楚了，你们公安局会放人吗？那当然了，公安局的叔叔啊，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啊。叶阿姨，我妈说了，我爸肯定没去过大富豪。你妈妈怎么能肯定你爸爸没有去过大富豪呢？啊，就这样吧啊，阿姨啊实在太忙了啊。好吗？咱们再找个时间聊。我来帮忙破案好不好？我来帮忙找周叔叔不在现场的证据。你添什么乱呢？你爸爸已经够我烦的了。这是一个人民检察长应该说的话吗？妈，我发现你对人民缺少感情。黄小静同学，光有感情是不够的，法律更重证据，知道吗？就这样，丽丽。这个案子还真得咱们破了。估计我妈知道点情况，她说过，要是这样，我爸根本不可能跑到大富豪去。哎，咱们找你妈去好不好啊？现在就去，让你妈妈拿出证据来。你不知道，我妈正和我爸闹离婚呢。是吗？这你过去都没说过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快说说。别说了，说了心烦。这事儿怪我妈。还是得找你妈谈。就算是离婚，也得先把这事儿说清楚。同志们，513大火案是举国关注的特大案件，从中央到省委都有重要的指示和批示，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，一定要在认真把关、确保质量的前提下，加快我们的办案速度。无论公安机关何时报捕，我们都立即审批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含糊。大家一定要跟公安机关主动配合，积极向公安机关反馈情况。该提证据补查的一定要提。比如扎铁柱和周培成，虽然批捕了，但证据仍然不充分。尤其是周培成，疑点还是很多的。在这里啊，我也要提醒同志们一下，我们必须听省委和市委的招呼，真正形成打击犯罪分子的合力，使犯罪分子得到及时的惩处，平息民愤，为党和政府分忧。同志们，在这种泰山压顶、八面挤压的情况下，我们也不要忘记事情的另外一面，就是依法办案。这场大火的损失惨重，要求严惩的呼声很高，对我们的办案会有些干扰。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，该捕的捕，不该捕的坚决不捕，一定要维护法律的尊严。唐文林，文林逮捕了，你被捕了。
不是该补的坚决补吗？不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吗？公安部门涉案人员为什么就不动？这说得过去吗？国敬啊，这几天我们补的还少吗？涉及到8个部门、18个党员干部啊。叶姐，问题不在于牵涉到多少部门、拘了多少干部，而是这些部门、这些干部渎职了没有？叶姐，就说钟楼分局吧，我们的意见是，国敬，现在公安就是不能动。你说这个案子当真就这么好办吗？在取证侦查的过程中，哪个单位和部门不搞一点地方保护主义啊？多多少少都搞一点啊，哭的闹的，私底下说情的，软的硬的，公然抗拒的都有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所以我说，我这回是大开眼界了。我再给你说个情况啊，就是今天发现的，市文化局市场管理办公室为了推卸渎职责任，把前几年发的文件都给改了，又把告状的电话打到北京。好啊，这不又是一起伪证罪吗？我们马上立案侦查，该抓的抓。哎，叶姐啊，你呀就别心存幻想了。咱们的好名声啊，这次算玩完了。我不说你也清楚，这几天啊，针对你我和我们检察院的攻击谩骂声是铺天盖地呀。唐局长，您别骂了，叶自新就这么一个人，谁拿他都没办法。哎，汤文林是我们城管的干部，我肯定会找他。但是呢，我想，如果您能找他，咱们双管齐下。哎，真的，真的，哎呀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他有事找您，那您说话就管用啊，对吧？方启明，把门打开。哎，我在听您讲话。是。哎，这件事儿啊，您别抱太大希望，人毕竟是被捕了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想办法减刑。比如说判个缓刑，你看。国建，你知道就好。他们只是骂2句，倒也罢了。哼，人家不仅是骂呀，哼，他还要整你，还要卡你，知道吗？咱们检察院大楼又没戏了。昨天，陈检告诉我说是市里要紧急筹措死难者善后处理资金，啊，财政又拿不出钱来了。那是，钟楼区城管的汤文林是财政局局长的弟弟，咱们没给人家留面子嘛，补了人家的亲弟弟嘛，还指望人家把钱给咱们呢？那是。当然，筹措这笔资金也是确有其事，也是应该的。唐书记说了，这是政治任务，绝不能让死难者的家属跑到省里去群访告状。哎呀，行了，叶姐，你呀就别自我安慰了，这都是一些借口。老方，什么事儿？周主任，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，您说我能不服从分配吗？公安那边不让步啊，公安局说火车站停车场归他们管，您说我这弼马温2把揪都没了。他们想干什么？啊？这个整顿广场秩序，把停车场交给我们城管管，这是市长办公会定的。他们公安局想干什么？就是连市政府的话都不听了。就是。哎，主任，要不然您看我先留在办公室帮帮忙。不行，我们这块地盘不能丢啊。这样吧，小林市长马上回来了，我去找小林市长，你呢，给我守住阵地。我们车站前呢有一个观察站，你先到那儿去做调查研究。主任，拿出套整改方案来啊！主任，你说就凭我这笔杆子，我就真的成了没人要的垃圾了？你说，老方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个停车场管理组组长可是重任在肩啊！啊，说严重点，那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城管系统的荣誉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
这个地盘如果给我丢了，我可拿你试问。切，好了，不要有什么情绪啊，安心工作，快！主持人，啊，安心工作啊！唉，喂，检察院，叶检在吗？啊，秀丽啊。老同学啊，最近够威风的，抓了不少人吧？啊？什么？你有听说什么了？听说什么？听说啊，你要和常山人民为敌呀？啊？那秀丽啊，我可没时间跟你胡说八道的啊，有事说事啊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财政局汤局长请你吃饭，赏不赏脸？是不是为了你们那个钟楼城管委的汤文林呢？哦，那个汤局长没明说，这有点不大合适吧？我说叶姐，你当真不食人间烟火啊？啊？哎呀，你们检察院大楼想不想盖了？子金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汤文林虽然是我们城管干部，但是我没求过你吧？现在是汤局长通过我找你。我得把话捎到啊！哎呀，我可不愿得罪这位财神爷呀！让我想想吧，啊！好，行。哎，汤局长说了，这纯属私人活动，让你啊带上黄破产。好吧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周主任，您看看这都什么事儿啊？昨天狐臭，今天斑秃，咱们城管系统的干部全都成了狐臭斑秃了啊！今天的文章登在哪儿？你看，为您服务栏，作为几名斑秃患者，身为自己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城管干部集体形象而犯愁，啊，请问有什么科学疗法？周主任，您再看看，科学原地来，作为一名城管女干部啊。狐臭严重影响了工作，应该怎么办？城管女干部别有用心呢。无聊。你说，谁会做这种小动作？叶姐，那么周秀丽真的来为汤文林说情了？不仅是周秀丽，还有财政局的汤局长，人家还要请我吃饭呢。这么说，咱们大楼有戏了，那就吃呗。不吃，我可能还要反过来请周秀丽和汤局长到我们家去搓一顿。如果我好好的招待他们一番，说不定咱们检察院的大楼就批下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好姐姐啊，你竟然还存在这么美好的理想啊！言归正传，国靖啊，公安局的人不能动。那叶姐啊，我和你说一下，我们在调查当中碰到了很多问题，大部分单位都不太配合，给我们调查取证工作设置了不少障碍啊。好，张部长，张支队长这个材料不错，很有说服力。我的意见是，你们常山日报首发。省报全文转载，啊。另外呢，让电台、电视台也配合一下，加大对英模人物的宣传力度。好，王省长，那我们就按您和省委的指示办了。我们电视台呢准备。张部长，详细的汇报我就不听了，这方面你们是行家，注意把关就行。小王，王省长。你去把刘市长和善后领导小组的同志们都叫过来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让子京还有郑流同志也过来一下。好的。不管遇到多大困难，渎职问题该查照查，这是两回事。不过要讲策略，重证据，尤其是那些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人。哎，叶姐，您估计王省长要和您谈什么？也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况吧。听说王省长要回省城了。周主任，
您喝水。茂才，你说汪清明会干这种事儿吗？他会向长山日报、晚报提这种龌龊的问题？是不是？你又给人家下绊了啊？周主任，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。我刚给报社打过电话，报社的同志说，这2封虚心讨教的信是写在咱们城管委的信纸上的。那也不能证明是方清明干的，没准是城管委其他人干的呢。别人会对咱们城管委有这么大的怨恨吗？啊，谁能有这么严重的心理阴暗面？只有方清明，没有第2个人。方清明自从群众评议没过关以后，就自绝于咱们城管委。茂才，算了，你想，查出来是方清明干的，他也没触犯法律，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呢？是不是？那不行，我得对您领导负责，对咱们城管委的形象负责，我一定得查到底。那好，你想查就查吧。那好。另外啊，可以在会上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如果谁在向报社、电台提这种龌龊的问题，请他署上他的大名。好，那我走了，周主任。喂，唐局长，是我。刚才啊，我和叶检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他没拒绝，看来有戏啊。所以善后工作呢，一定要做得扎扎实实的啊。王省长。好，接着说吧。王省长，我们研究了一下，我们把做死难者家属工作的任务全分解下去了，全市党政机关，包括市纪检委都分了几户。好，这个思路不错啊。另外，公检法3家也不例外，公安局人手多，分了2家，法院和检察院人手少，各分了1家。各单位都挺配合我们的，目前的效果还不错。子敬同志啊，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，一定要抓好。是，黄省长，我已经跟陈波同志打过招呼了，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。好，今天先这样吧，我跟子敬同志还要谈点别的事情，好吧？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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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。子敬，来。那个钟楼公安分局的王晓峰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黄省长，您怎么想起问这个？不问不行啊！陈主任那边盯得紧，郑流呢又有情绪，我怕影响工作。王省长，那我就简单的汇报一下。王晓峰的问题很严重。他不但倒卖没收的赃车，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。大富豪的涉黄问题，也和这位分管副局长有关。那这些情况郑流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要求办案的同志暂时保密。保密是应该的，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跟郑流通气，别再造成什么误会。姐夫，你这个局长是怎么当的？怎么连一个王晓峰你都保不住？二妹啊，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好不好？王省长还等着我呢。姐夫，反正你得给我想办法。我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你去检察院去找叶子京，向他要人。他叶子京算什么玩意儿？那么听陈汉杰的。检察院的家是我当的吗？叶子京这个同志我了解，他是讲原则、讲法治的。王晓峰肯定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检察院是不会随便抓的。这和陈汉杰的关系不大，你就别在这儿瞎搅和了，好不好？姐夫，
你不能不管我们家小峰的死活呀！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你赶紧回去，以后千万别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，这样影响不好，我又没法解释啊！啊！回去。这个王晓峰啊，胆子实在是太大了。他身为钟楼分局主管治安工作的副局长，竟然成了苏阿福的把兄弟了。你说这个大富豪还不成了卖淫窝点呢？照你这么说，人家老陈在会上批评的没错。是啊，王省长，里边谈。好，王省长，也许陈主任有些情绪，可是，在王晓峰一案上，他没错。是。王省长，事情是这样的：王晓峰不但收受了苏阿福和大富豪的贿赂，还收受了其他一些娱乐单位的贿赂。涉案金额已经初步查实30多万，就算陈主任不这么盯着，这个案子我们也得办。好，子静啊，你就好好去办。郑流那边呢，我去打招呼。那太感谢了。不过王省长，我真是担心，我怕郑流和陈主任之间的误会会越来越深。唉，倒也是。你想想，老陈能不误会吗？王晓峰是什么人物？他是江郑流的连襟。你说你连襟本身就是个问题人物，他倒好，反而把老陈的儿子给抓了。陈小木是闯祸了，他也确实动手打人了。子静啊，陈小木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一下，就是打架斗殴、治安处罚的问题，犯不着这么激烈。坦白的说，子静，我真有些担心。我是怕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有些同志不顾大局，他有意无意的给省委添乱，不是没有这个苗头，咱们都得警惕。你说呢？王省长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我明白。陈主任，南平市人大准备今天过来慰问。省城人大白主任也专门打来电话，说是明天如果能抽出时间来，也过来慰问。别，让他们都别来啊！陈主任，这合适吗？这几天全省各个地市的书记、市长们都跑到我们长山慰问了，市委和市政府都出面接待了。反正我们市人大不接待。你以为他们都来慰问死难者的？他们都是来慰问领导，给领导压惊的。我们市人大不跟这个风啊！陈主任，那我就婉言谢绝他们。对，婉言谢绝。哎，话说的客气。好。有意思。子静，咱们言归正传，你把案子的最新进展情况谈一谈。好吧。黄省长，我们根据省委和市委的要求，该立案的立案，该批捕的批捕了。省检察院对我们也有要求，要求我们市检察院这一边1天1报。迄今为止，涉嫌渎职犯罪的嫌疑人已经立案的拘留了18人，涉及到8个单位和部门。好，要化被动为主动，维护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。子静啊，你们一定要清楚，目前我们要抓的重点就是尽快把这个案子依法办掉，平息广大死难者家属的愤怒情绪。
现在社会上都知道是放火，纷纷要求严惩凶手，所以你们检察院这块一定要特事特办。